阅尽天涯，离别苦。不到归来，零落花如雪，花地相看无一语。欲闯春雨天君莫。来把相思灯下诉，一缕新欢旧恨千千里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情话自述。来把相思灯下诉，一缕新欢旧恨千千里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情话自述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情话自述。海棠石料贪污，已平账。已平账，已经平账，账目已平。这3个字，应该只有这么解释吧？可是这是贪污下来的食材，怎么可能平账呢？这没办法解释啊。用在海棠上的石料偷工减料，在当时就已经贪污下来了，这还有什么账目可平啊？确实如此，我也想不通。既然是贪污海棠的石料，何来平账一说？在修筑上偷工减料，一旦被查出来，就算你账再平，当时参与修建的官员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要被抓出来杀头的。已平账，已平账，入账，出账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入账，出账。入账，出账。我明白了，我们的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我们在猜到海棠石料贪污的时候，一直认为是有人在修建海棠的时候把这个石料给贪污了，所以才会吃惊于严家的胆大包天，和他背后靠山到底有什么通天势力。海棠这关系到浙江所有的老百姓，还有一些富户官员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那敢动这个念头的，起码得是皇亲国戚吧，否则就连是尚书阁老，恐怕都不敢动这样的念头。确实如此。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，难道贪污海棠石料，就真的只有在修建海棠的时候才能下手吗？对啊。修建海棠乃是国之大事，之前国库里的银子有一大半都用在了这个上面。这朝廷到底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事儿？什么人敢这么大胆在这个上面动歪脑筋？关键就算是敢动，也不会做得这么神不知鬼不觉。没错，所以那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备料。咱们好好捋一下。你想啊，任何建筑在修建的时候都不可能它的用料恰到好处、恰如其分，更何况是修建海棠这样的大工程。那所以说，它的备料一定是不会少。更何况，修建海棠还要定时的去修补，那这个时候出来一批人把这个备料给转移了，然后再上报一个食材耗损或者报废的理由，
那这样把账平了，那可就容易多了。确实如此。这样的话，也不用什么通天的手段，只要在当地有势力就行。没错，应该就是这样。可是，我们知道这些好像也没什么用处。这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只是知道了一点小细节而已。不，秀秀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你就立大功了。这个账是不是平了，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我回头再给你解释。我现在得马上找县尊一趟。哎，现在这么晚了，找县尊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我跟县尊这关系肯定没事儿，反正打搅他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也不在乎多这一次。等我好消息。你这厮现在越发肆意妄为了。以前偶尔来打扰本官几次，那是看在公事的份上也就忍了。昨日来一次，今日又来一次，那以后是不是每日晚上都来打扰本官？那干脆这样，本官把铺盖一卷，去你门房那儿睡，好让你离间使随时召见。县尊息怒啊，那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有完没完？白天来找我也就算了，大半夜来找我，这算什么？这是怕夜长梦多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管了，我只日行一善。县尊大人，这帮我也等于帮您自己啊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就说，不说本官就睡了。不知道大人是否还记得严娘子冤死一案？这大半夜的，为何突然提起这个？话说那次开棺之后，那棺材板上的刻痕让我触目惊心，但是小的觉得这些刻痕并非毫无意义，所以就将严娘子的刻痕给拓印了出来，回去仔细拼凑。再加上呢，我那官家娘子心细，今晚我回家以后，她就告诉我，终于将那些痕迹给拼出来了。那是何内容？海棠石料贪污已平账，已平账，凭什么账？备料。备料。备料。原来是清通了备料，这样就说得通了呀。我就说那种修建海棠举国关注之事，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把萧月再去确认一下。县尊放心，交给小的去办。好好去办，此事长了，以后须将只要本官还在，保你再无任何妨碍。谢县尊。秀秀，秀秀。李友，情况如何？我和县尊已经商讨过了，情况应该就是这样，应该账已经平了。只不过现在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想，我们现在还没确切的证实，还得继续再找证据。证据？可我们上哪儿找证据啊？那得再找一个人了。来来，两位亲家喝口茶解解渴。哎，客气。谢谢你别拦着我，哼！不是我这当街的说你啊，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啊？是你爹我是没什么本事，但好歹能给你出主意啊，想办法，对不对？爹，你消气，这事儿我没打算瞒着你，只不过这事儿太大了，你不知道啊，比知道了要好。我不告诉大家也是一样，就是怕这事儿把大家给牵连进去。先须考虑甚是周到啊！此事兹事体大，知道的人越少就越好。没错，这事儿呢，我跟秀秀也商量了一下，突破口还是得从严秀才这里打开，毕竟他现在还在牢里，也好控制一点。这，既然这样，就别卖关子了啊！你有什么想法，跟我们大家伙说说啊！都是自己人，又不是外人。对，哎，这人世间的东西，这严秀才大概是不会怕的，因为他就指望着他那老爹去救他，这救不了，大不了就是砍头而已嘛。哦。但是他那爹再厉害，
也管不了这阴间的事儿啊。啊，阴间？没错，就是阴间。这做了亏心事儿的呢，他不怕上官，只怕鬼，因为他怕去了地府之后受尽这18层地狱的牢狱之苦。所以，我们不如就来一个阎王审案。哎，二位听听，我看这行啊，啊，这行。哎，严兄啊，之前你可没说过会主动去找理由，只把他家帮助，松一松手，留你儿子一条命。这如今你为什么主动去找理由，把事情爆出来呢？哎，你我身上都担着血海一般的干系，如何能够这般草率？因为李佑就没有发现问题吗？在浙江的海棠边当过的施工不知道有多少，规格制式也不是什么秘密，随便找个施工一问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一看就不对了。既然他们早晚会知道，不如我提前告诉他，这样我们可以掌握些主动啊。哎呀，这你可把我也牵出来了。你别忘了，我这次要威胁的可是7品知县百里侯，还有一个比猴还精的李佑。咱们遮遮掩掩的有什么意思呀？不如让他们知道，把这血海般的干系，让他们也去担一担。哎，别慌张，别慌张。现在浙江的巡抚已经死了，这批石料的来源已经干净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没什么可怕的。我就想，在须江把这批石料用完之前，能够把我儿子给放出来。上面那2位该得钱的得钱，我吃点亏，这算什么？你那份也不会少，这不就2全其美吗？本来可以不必如此啊。是，本来是不该如此，可是县衙非要置我儿子于死地，我只能拿这个威胁他们。可他们谁都想不到，这批石料的来源居然是清白的，只能按照我的设想去做。嘿嘿，所以这次啊，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我担心呐，只怕出现意外。一旦出了意外，这5万两银子就压在你我身上了。是你严家家大业大，2、3万两银子能够凑出来，我呢，到时候只能找根绳子上吊了。周兄莫担心，这次呀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他们付了钱，我们交了差，到时候就消停了。这次啊，相信我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。天天就吃这个呀？这是人吃的饭吗？我家下人都比这吃的好。关进大牢了，还想吃好的？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。想吃好的，出去啊！啊，对了，如果明天砍头的话，倒是有好吃的给你。我才不会被砍头的，我爹肯定会来救我的。那我就管不着喽。这事儿干得不错啊！哎，爹，这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你爹我干捕都这么多年了，使这点药能出啥事儿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药啊，是我20多年前从那个采花大盗身上亲自搜出来的。这个采花大盗不得了啊，这门还要用的呀，相当厉害。不信是吧？我自己亲自试了一下，灵着呢。爹，
20多年，还管用吗？我跟你说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药就跟这个酒一样，沉得好。这别把那个银秀才吃个半身不遂就行。随谁？随你。我儿子随我。李殿师，这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这把犯人放走了，那我也就完蛋了。小子干这行也不容易啊。你就放心吧，人用完了我就给你送回来。你不会欺骗我吧，李殿师？你傻呀！这人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抓进来的，我再费这么大劲儿给他劫出去，我有病啊我！劫狱我倒不怕，我就怕你把他弄出去，咔，给杀了。这你就想多了。来，喝口喝口。爹，他晕了。成了。哎，李殿师，你可一定要把人放回来啊！你有完没完呀你？回歇着。听闻有冤情，把冤死之人带上来。鬼神不过是封建迷信，如此害怕，分明是做贼心虚。跪下！跪下！阎王爷大人，你饶了我吧！严国士，堂下之人，可是杀害你的人吗？禀阎王爷，就是他。你为何杀害你家娘子？如实供出来。这地府当中尚有一些轻的刑罚，如若抵死不认，那你将永世不得翻身。大人，我说，他听到了，我爹和周县城的密谋，他们要把浙江海棠贪污的食材给卖出去。谁贪污的？浙江巡抚，还有我爹，还有周县城，跟我没关系啊，阎王爷。如此大胆，他们就没有王法吗？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他们把食材当做废品卖出去，换成钱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阎王爷，阎王爷，就这样，你就要掐死我！你饶了我吧，对不起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相公，我好冷，你抱抱我。阎王爷饶我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相公，好。演上瘾了是吧？都已经问出来了还演？人家会说话没多久，再说这多过瘾。哎，你就不能让人家多演一会儿？你们看我是谁？
宪尊大人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你这小子果真是奉孝之才啊，这都能被你炸出来。刘娘子，你这扮相让本官看着也害怕。多谢宪尊大人，这下你信了吧？行了，这时候他说出来的话，那肯定是真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严坤那狗贼，果然是用了空城计，还真把自己当诸葛孔明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嘛，就只能感谢忠义士绅严举人无偿捐赠食材给本县修河堤了。李奥，这次你两家的娘子可都是帮了大忙了，一个多谋，一个身手好啊。当然了，也少不了你李佑奇谋迭出啊，可比当年的郭奉孝啊。哎呀，皇叔过奖了。小子呢，不过是有些运道和小聪明罢了。若不是宪尊大人在后面为小子撑腰，小子也做不了这些事情啊。宪尊这次也算是圆满解决，需将河堤修起来，不耗费什么，反而呢让百姓得到好处。这两难奇解之事，自古以来就是最难做的，可是宪尊您却做成了，可见宪尊您的前途远大呀。黄先生也别夸本官了，只不过昨日本官仔细想了一下，如果说那批食材是严举人捐赠的，恐怕有些不妥。若把这捐献食材算在严举人头上，又处决了他儿子，难免会引起一些非议。哎，不如就让李佑的官家岳父认了这功劳。哎，不妥！之前修河堤，县衙分股包干，以收修河钱的方式呢，让县里的富商集资去修建，这官家可是带了头的。如果现在再捐赠如此大笔食材，我怕会引起人的怀疑。现如今在须江，只有一个人最合适。卢尚书。他不能答应吧？毕竟这么大的事情，又非亲非故的。怎么会非亲非故？你忘记你刘泰山夫妻就是从罗尚书家出来的吗？这事儿，李佑，你来办妥。李佑。是，大人。哎，新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？忘了什么？父亲，你来看。这是严家跟县衙签订的购销契约。这是严家跟官家签订的运输契约。白纸黑字，这文书上面有知县的大印，还有官夫人的画押。这严举人到时候要是把这些拿出来的话，没错，那这样的话麻烦就大了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回事呢？就连宪尊和皇师爷他们都忽略了此事。不过呀，多亏我有个贤内助，如此精细。不是我想到的，是秀秀想到的。辛苦秀秀动脑筋，辛苦娘子去偷盗。哎呀，不过呢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难题了。我们怎么能去说服这个卢尚书呢？我爹当年是卢尚书家的护院，我娘是他家三公子的奶娘，照道理，我还要叫他一声奶兄呢。真的是胆大妄为，陈县令可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？李佑啊，你就把情况说一下吧。我和宪尊商量过，宪尊的意思是，如果把这笔食材给吞下去，然后再免费捐出去去修河堤，这样一来就能节省数万两的银子，也好弥补老百姓的税赋支出。哼，你是想借老夫的名头？对，
就是想借老大人您的名头。这样一来，此事传出去，那老大人您爱护家乡之名，可是能传遍天下呀。老夫又岂是贪图名利之人啊？好了，不要用此话来激将我。清明于老夫来说，并无用处。然而回馈家乡父老，也是老夫应做之事。海棠备料，无非也是取之于民，在须江用之于民，也算是一份功德吧。行，老夫也是须江人，就帮你们扛了此事，又能如何？老大人高义，我等实在佩服。小人还有诗一首。哦，那快请坐。韶华争肯微人著，已是滔滔去。游子无奈渡江离，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？秋生代叶萧萧落，莫想城头角。浮云遮月不分明，谁挽长江一洗放天清。好诗，好诗啊！虞美人，韶华争肯微人著，清董师熙。韶华争肯微人著，已是滔滔去。西风无赖过江来，历经千山万水几时回？秋生代叶萧萧落，莫想城头角。浮云遮月不分明，谁挽长江一洗放天清。悲秋是中国诗词中经久不衰的题材。我们耳熟能详的佳作绝句有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，有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还有这首《虞美人》“韶华争肯微人著”。诗人是晚清诗人董世熙，他生活的时代朝廷逐渐腐朽，又有西方来的冲击，颇有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觉，因此他写下这首悲秋的词句。首先感慨时光飞逝，功业未成，在这灰暗的心绪之下，就连西风都显得无赖，不如人意；而秋风萧瑟之下，又不敢闻号角声，更显得颓废。最后两句是本作的精华所在，可以说是奇峰突起，一扫前边的阴霾。诗人用他雄伟的想象力，描述了一幅长江被人挥舞如彩链，洗得玉宇澄清，万里无云的清爽景象。不过，又有谁能担此重任呢？诗人没说，似乎也只是在期待着英雄的出现。董世熙是清朝常州词派的健将之一，这首词呢，借秋景江景，喻时局人物，深得诗家比兴手法的精妙。小小黄叶落谁人间？瑟瑟西风凉谁人念？梦归何处？残红深浅，景色远华年。本以为青丝天上月，故园无此伤醉无言。玉树风中难眠，怎将春心托杜鹃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不忍心一别。离山欲把琴相伴，
日